Hello，我喉咙还是有痰。今天我已经是不知道我进来这边隔离治疗的第几天了。这支影片我主要是想和大家分享说，就是我确诊以后最常被朋友问的几个问题。那第一个就是症状，然后第二个就是问我说，我怎么发现的啊？那我觉得我在什么时候被传染的？然后呢，第三个就是我整个就医过程，所以我就会先从就医过程跟症状一起讲。因为我在西班牙留学嘛，所以我是2月初的时候开始咳嗽，有干咳的症状。那时候台湾就已经有案例，但是西班牙是完全没有，只有在外岛有几个案例这样子。然后所以在西班牙的本土基本上大家都不太 care， 然后大家都没有这个概念。那因为我在台湾有接收到这些资讯，所以我自己就是还蛮害怕。我干咳的一开始就是很严重了，就是我只要一躺下，我就觉得这边很紧，就觉得痒痒、痛痛、紧紧的，然后就是会开始咳嗽。所以等于说我那一阵子我是无法躺着睡觉，我都要侧睡，或是我一定要半坐着睡觉，我才有办法睡。那咳嗽的严重程度就是非常严重那种，就是我会咳到一定要坐起来继续咳，然后坐着咳完以后，它那个持续咳嗽大概4到5秒以上。咳嗽的时候，就是身体会无法控制的剧烈的晃动，这样子，自主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Sorry， 就有 email 给我的 director 说，就是我已经干咳了大概1个礼拜左右，然后好像都没有好转的意思。那我在想要不要去看医生，因为我有点担心是不是那个 coronavirus。然后我也有问我身边的当地朋友，然后他们每一个人100%都是告诉我说，现在西班牙2月就流感，请你不要太担心，然后在家里好好休息。结果我就去药局 pharmacy 的人就是只判断我就是流感，然后就也是给我咳嗽药水这样。然后我想说好，那我喝喝看。结果我就喝了大概5天，完全没有好转，就是一样在干咳，一样是睡不了，这样一样睡不了觉。然后我就真的就是在2月20号左右，我真的受不了，我就还是去看急诊了。然后我选的那家医院是巴塞罗那很有名的一家私立医院，当地的朋友都说这家医院很靠谱，然后就是名声也很好这样，所以我就去了。那我是挂急诊的嘛，然后所以我大概等了1-2个小时就轮到我。然后那个急诊的医生就一看到我，他就问我的症状，我说我就是咳嗽而已。然后，但是我知道 coronavirus 有干咳，所以我很担心，我想要检查我的肺部有没有问题。然后他看着我，他就说：“那你有发烧吗？”我说没有。他说：“你就是流感。”我说：“那我可以自费照 X 光吗？因为我家人就想要确定我的肺没有事情。你们知道，就是武汉肺就是有病毒嘛，会感染你的肺，然后会看到白点这样子。”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讲，他就说：“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然后我就说你是医生，然后他就说那我跟你讲你是流感就是流感，然后我就说那还是可以帮我检查一下肺嘛，他就说好，那我就用听诊器帮你听，就他就帮我听了以后，他就说哦你肺的氧气量是正常的，你没有得 coronavirus， 请你不要想太多，然后我等一下给你咳嗽药水，就是又是咳嗽药水，我也不能说什么，那我就离开了嘛。他甚至还给我一张纸，就写就医证明跟我的症状，然后最后一句就是写说这个病患没有 coronavirus。OK，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既然医生都开了写下来的证明，那应该是靠谱的。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没关系，那我可能真的是流感，然后就吃他的那个药水。结果呢，当然就是也是没用。再隔1个礼拜的时间，我的干咳变成湿咳，湿咳就是我是带有痰的咳嗽，然后咳的一样厉害，咳嗽的次数有减少，但是就是改成湿咳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慢慢等等看。结果大概到3月初的时候，3月初第1个礼拜的某一天，我就突然发烧了，烧到38.2度那种烧，然后是从下午开始烧到晚上，然后我就晚上的时候我真的受不了，我就请我的西班牙朋友就是载我去医院，我就戴着口罩去医院这样子。一到医院，我就是有跟柜台说我的状况，然后那个柜台就是看到我就整个吓死，就说就是你是就是亚洲人，然后你现在发烧，我觉得你就是先回家，然后你回家就直接打那个西班牙那边也有像1922的那种专线，然后他们就会到你家来帮你检查，或是派那个 ambulance 来载你。所以我跟我朋友就是再回到我家就打那个专线这样。
结果呢，就是我们打了3个小时都完全没有人接，我们就真的等了3个小时，就放 speaker 在那边等3个小时，都没有人接。然后在我们都快要放弃的时候，我说我们再试一通。结果呢，就是有人接了。然后我朋友就用西班牙文跟他 complain 说，我们刚刚等了3小时都没有人接，那我朋友现在发着烧，就是我们要怎么得到救援这样。然后他们就说 OK， 那你稍等。然后他就把电话转到一个好像是医生还护士的人，然后那个人就问我的状况，就是我就跟他说我是干咳，然后还有湿咳，现在变湿咳，然后我现在发烧38.2度，然后他就问我说你是哪里来的？我说台湾，他就说台湾很安全啊，台湾案例很少，你不会是 coronavirus？ 那我就想说奇怪，他是看我的国籍来判断吗？然后他就跟我说你不用担心，你就是流感。所以现在就是已经有2个专业医疗人员告诉我说我就是只是 flu。然后我不是 coronavirus， 所以我就有点就是越来越相信这件事情。然后所以就是我就想说好，那我就看看我现在发烧到底能发烧到怎么样，因为那时候我们打电话打到半夜4点，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先休息，然后明天如果还在发烧，我就再去医院看急诊这样子。然后呢，就当天晚上我是流非常多的汗，就是我这辈子没有睡觉流那么多汗过。就是流到，就是我床单跟被子全部是湿掉，然后我就热到起来后，我就把衣服都脱掉，然后被子也没有盖，然后暖气关掉，因为西班牙是冬天嘛，所以就基本上是人不会流汗的情况下，我还是流非常多的汗。那我就想说，那应该是身体太热，因为发烧，然后我就没有管它，结果隔天就是我的烧就真的完全退了，36.2度，从此后面再发烧。然后呢，我就想说，那我可能就是真的不是 coronavirus 吧，就是因为我发烧1个晚上而已。然后下礼拜呢，我就是变成鼻塞，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那现在要变鼻塞到底是怎样？然后鼻塞会伴随着失去嗅觉嘛？然后那个我就有失去嗅觉，但是也有失去味觉。然后我就觉得，那鼻塞的话应该是跟你可能是流感。我到那个时候都还是有一点点在咳嗽的，就是很少很少。然后呢，是到西班牙，是西班牙锁国前，就是我家人真的太担心我。欧洲那时候都已经有很多排华的现象。Report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Chinese people, including here in Europe. 有不少在法国的亚裔民众，他们就连上班搭个地铁都会被旁人侧目。伦敦市中心响起辱骂华人口号，亚洲面孔在伦敦几乎成为全民公敌。在英国有华人被砍，然后在意大利也是有华人被打，这样子。如果我真的中了，那我是无法得到适当的医疗，所以家人还是很坚持，就是让我回台湾。回台湾就是一到机场就台湾这块做得很好，因为台湾就是会给我们每个人就是一张纸，然后写我们近期的症状，然后还有我们曾经待过的一些国家这样。那我就写我是西班牙，然后我当下就跟检疫人员说，我就是想要接受检验。然后我还有就写说我有发烧、鼻塞，然后胸闷，还有干咳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是把我带到机场外面的一个小隔间，里面有医生这样子用棉花棒伸进去我喉咙这边，然后就是把唾液刮出来这样，然后检验。那他那时候当下跟我说，就是他需要就是5到7天的时间，才可以通知我有没有中。他们都会记录我们怎么回去的方式。那我是选择当防疫计程车。为什么政府真的做得很棒？是防疫计程车跟普通计程车不一样，因为防疫计程车的话是司机知道要怎么处理我们这些有可能确诊的人。比如说一上车前，他们会全部帮我们消毒我的行李箱，消毒我全身，然后喷我这样子，然后还会记录说我的名字，然后记录车牌号码，就是方便以后如果真的被确诊的追踪。然后当然我跟司机都有戴着口罩这样子，我也尽量不要去碰触很多地方。隔天的傍晚，就是我的居家隔离第1天的傍晚，就是收到疾管局的电话说，你现在就是收拾一下行李，就大概准备2-3天的量就好。我们现在只是要带你去医院做更详细的检查检验这样。然后我就说好，那我是确诊了嘛？他就说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就是要带你去医院做更详细的检查。然后我就说好，所以我就真的乖乖的只收了2-3天的行李。
然后呢，就是我一到医院，我就想说，好，那我应该就是在那边等通知，他们就帮我先抽了8管的血，8管，然后我就真的吓到，然后我就开始狂哭，就是真的是心情非常差，因为我就觉得我8成就是有了，我是不怕抽血的，但是就是这辈子也没抽过这么多管，然后就看着那个就是管子上面就是贴我们就是非常危险的那个标签，我就觉得好可怕，就觉得自己是病毒。当天晚上当然就是我是心情非常复杂，然后非常紧张，非常就是也有焦虑这样子。隔天好像傍晚的时候，医生就打电话给我说，你确定就是确诊了？然后我就当然也是哭嘛，然后就2个医生告诉我没有，然后结果我是有的，那我那些朋友怎么办？之后我就是接受治疗，他们就马上就是拍了 X 光来照我，然后就还有再帮我量血压，帮我插针管在手上，然后打抗生素的点滴这样。那基本上我的治疗就是吃药抗生素跟打抗生素的点滴，因为现在你们都知道我们这个是没有解药的，所以治疗方式就是这样。那我会 share 就是我在医院通常的日常是什么，就是让大家看我们 coronavirus 的病人是怎么被照顾的，然后政府做的有多棒。这个病真的是因为它的每一个症状都不一样，然后它的症状会一直变来变去。像我是从干咳到湿咳，然后从湿咳到发烧，发烧1天以后呢，就鼻塞，然后鼻塞伴随胸闷，所以就是症状真的每个人不一样。那我有朋友也是确诊的，他跟我也是完全不一样，他有呼吸困难，我没有，然后他有觉得身体发冷跟肌肉酸痛，我都没有，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自从我被确诊后，我就当天就有打给一些非常 close 的朋友，他们就是会问我说我是什么时候得到，然后我觉得是谁传染给我的？那我要说，我都是跟他们说一样的，我不可能知道，然后医生也不可能知道，因为没有人能够证实确定说我们是哪一天得到的。然后如果我不知道哪一天得到，那我相对就是不知道是谁传染给我的。所以这个问题基本上我觉得 coronavirus 的病人都是无法回答的，因为潜伏期真的太不固定，然后每个人身体的反应也不一样，有些人没有症状，有些人是3天有症状，有些人是14天有症状，有些人是30几天才有症状，所以这个我们真的不知道。真的很感谢台湾疾管局跟台湾政府，然后还有这些医院的医护人员，他们真的是非常细心的照顾我，然后完全没有一丝惧怕。我知道现在我们的情况是，当然都会很怕被我们传染，然后我们好像是就是异类这样子，这些医护人员都没有让我们有这种感受。然后就像朋友一样，有时候还会八卦啊，然后有时候还会问我一些私底下的生活这样。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们有帮助，然后也有解答到一些你们的疑惑。那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问我说其他我更详细的症状啊，或是你们想问什么都可以。我只知道我现在就是要心情好好的，然后让我免疫力好，然后好好的养病，赶快复原，赶快出去把病房留给需要的人。就这样咯。